Sunny 老师呢，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鬼后，因为除了很多鬼故事之外，同时也很喜欢看恐怖片，非常爱爆了。就今年在9月之前，好的一些恐怖片啊，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心目中的前3名哈。这个排行呢，其实也是推荐大家看。好。我们要先说，所谓这些恐怖片啊，我们其实要泛指所谓的鬼片也算恐怖片啊，鬼就恐怖了嘛。再来，惊悚片也算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没有鬼更可怕。对，好，再来，还有虐杀片。哇塞，开肠破肚的。对，这种啊，对啊，就是让大家看了之后会心里不适的。对，就是会，你知道，就是哪里会痛痛的。对，好，或者是灵异的那一种。灵异的，不然就是什么僵尸嘛。对，也可以。丧尸片。丧尸，对，这些都算，全部都算恐怖片。对，那鬼后呢，跟鬼王不是？对，听起来怪怪的。鬼后鬼王 OK 啦，对，可以。不是鬼王，可以。对，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心目中的前3名，也让大家做一些选片的参考哈。Sunny 老师，你心目中第3名的恐怖片是哪一部？应该是《极恶》。极恶，对温子仁的，对，其实他的恐怖片都还不错哎，对，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恶魔，因为他这个恶魔竟然可以是，共生的，这让我很惊讶。对，我以为有，比如说你看很多恐怖片都是那个小孩子会跟另外一个空气人讲话，对，然后什么电话响会跟他那边对话，有没有？那个都是他的虚晃一招。我本来以为他是温子仁要创造说他有人格分裂，然后真的有一个恶魔存在于跟他在一个空间，那就没有原创啦，就没有原创。但是我后来才，Oh my God， 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，他为什么那个后脑勺一直会流血？因为她前面被她老公撞了墙，对，我以为她没有去看好，就是没有缝好。就只要他那个就没有对，没想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。对，所以我们不能破梗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老实说，它的原创性真的是算高的了。对啊，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题材做过。OK， 好。那我的心目中的第3名呢是《暂时停止呼吸2》。哇！竟然是这一部，你知道吗？第1集就已经够紧张了。第1集很紧张，我真的快被那老头子吓死了。对，但是你觉得第2集眼睛瞎的人还可以这样，还可以去把那么多人干掉？对，就是我觉得太让我惊讶了。其实重点是这个老人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啦，他也是个坏蛋，以暴制暴，以恶制恶，对，应该是所有都是坏人这样子。我觉得他在塑造那种紧张的感觉，真的是就是让你就是提心吊胆。我真的觉得，对，尤其是看了第1集之后，再看第2集，没有一刻能松懈下来，因为很会紧绷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整个部电影就节奏非常紧凑。对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你如果不是喜欢鬼的那一种，就是喜欢这种惊悚的，对，就可以选择暂时停止呼吸第2集。对。那Sunny老师心目中的第2名又是Candyman， 糖果人。你讲2次了，什么东西？Oh my God! If we say his name 5 times, then the Candyman. Candyman, Candy. 你好烦哦你！好，没事。对，不要再讲了。为什么这个电影你觉得好看？这个题材让我觉得很难以去想象这样的东西。像我们台湾有个民俗，就是说什么你半夜12点对着那个镜子梳头发梳100次，然后镜子里面就出现鬼，然后就把你杀掉之类的。对，类似这种一种预言的感觉。对啊，对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会那种造成那种流行性的恐惧。他说的是那个都市传说。对，类似那种这个东西会让大家很沉浸在心里的一种恐惧感。也就是说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很想试一下。对，而且他到底是人，Candyman 是人是鬼？我到现在我看完，我还不确定他到底是人是鬼耶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人是鬼，但是基本上他应该是属于一个恶魔。Demon。对，Demon是那种很凶残的恶魔。我看它里面真的是有点像半夜鬼上床那种。你说 Freddy Krueger 吗？就是他有那个尖爪的那个，
有点类似那个，对，就对。我心目中的第2名，他已经在这个台湾的恐怖片里面已经很厉害了。哪一部？哭悲。待会儿见了啊！我竟然没看。哭悲这个电影啊，其实它是丧尸片，是，对。但是你知道男主角是谁？朱宣阳，也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有潜力的新人。他跟雷佳娜上班的途中，然后所有的人都变僵尸了。哇靠，好看！你有没看过？我想看啦。哭悲他在尺度上，血浆喷的非常血淋淋吗？喷跑喷就是整个就是让你就觉得就不像，好像不是化妆，就真的啪啪这样吗？跟到动。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呢，也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。真的吗？这些丧尸是有他的思想吗？对，而且他就是被咬了之后，会激发出心里面的那种罪恶。我知道了，就像韩国的那部《Sweet Home》啊，不是 Sweet Home， 对不对？甜蜜家园，你有看吗？对，就是激发出你心坏目中的不好的那一块，对，然后你就变成那个样子。对，你如果是个好色的人，就你就会变成鬼，就色鬼。你是好吃的，你就是好吃。你如果是那种就是有暴力倾向，那个暴力倾向，对啊，所以它有点像 Sweet Home 哎。对，好，对，它是我心目中的第2名。第2名好看，好了，再来。好，第1名呢？第1名，好，第1名。我觉得第1名那种恐怖不是说拍出来的恐怖，因为它的拍摄手法比较特别，它会让人家真的觉得你很真实的感觉。虽然它那个故事性可能也是编出来的，但是它用一个很真实性的手法拍摄，那就是萨满。这是我心目中第1名。对，他也是我心目中的第1名。bingo，所以我们2个第1名都是萨满。对，所以你就会知道说，为什么前面两部都没有鬼片啊，没有那种。我懂了，因为还没有办法就是恐怖指数还不及萨满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啦，就是看完萨满之后，所有的鬼都不是鬼了。就好像都演出来的嘛，对，你就说都演出来的，因为我拍出来演出来的，但看萨满就很真实，它非常真实，可见你真的被吓到了。我没有，没有。其实呢，我说实在的，如果很多人啊，就是会说萨满很难看，对，跟我搭一个同电梯的时候，他好失望，没错。对啊，在网络上也是啊，很多人讲说它不好看啊，没有预期的恐怖。它的恐怖在于说，它就是像个。你不认识，你就是在你旁边的人，突然就变了个样，对，然后你本来可能觉得他可能太累啊，或者什么感情受到创伤，或者什么失业被老板骂，他可能会有一些改变，可是没有哦。对，慢慢渐渐的越变越诡异。对啊，这个是才恐怖，好不好？对，是这个样子。真的，如果大家还是觉得不恐怖的话。等疫情过后，大家去泰国乡间走走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可以把2个这样兜起来，你就知道有多恐怖了。真的，真的。好，所以第1名是萨满。好，所以我们2个都是萨满。对，好。那讲到难看的电影呢？难看的恐怖片呢？太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心目中不好看的那个恐怖片是哪一部？不是不好看，是难看。好 ，OK。绝命矿坑，你有听过吗？应该有吧，因为他讲矿坑里面的鬼，对，矿坑里面的鬼，对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里面就有一个，就是他们那个挖煤矿的人都会死在里面，就是因为矿坑里面有一个鬼，对，那个鬼就是在里面复仇的，对，所以是一个这么难看，只要进入矿坑的人就挂掉，就那些挖煤矿然后挂掉，对，好吧，就很难看，你就知道多难看，好。那我心目中的鬼佬真的吗？鬼佬这个电影，如果以那个导演就是《灵异第六感》的那个导演，《灵异第六感》非常厉害，《灵异第六感》的等级就有如像萨满啊、鬼影啊、什么哭声这样子哦，对，但是到鬼佬这一部算是他的突出之作，就是不及格。
就是没有一样，还是就是用一个题目让大家来觉得哇，好像蛮有意思的。到最后我就看前面就好，后面就不需要知道结果的那样子。所以就是不用了。对，啊，而且我还是就是在它上映的时候，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看，因为那时候是疫情。对啊，然后你去冒生命危险看了一部，你觉得，但是后来萨满有补回来吧？好有。对啦，那就好啦。对啊，对，是啊。所以这是我心目中不 OK 的恐怖片。对。哎，还有讲完了。对啊。好，要不要再讲一次你的心目中的？我心目中前3名，第3名是？第3名就是极恶，第2名是糖果人，我讲第3遍了。第1名是萨满。对。那姐夫心目中的前3名呢，就是暂时停止呼吸2，然后哭悲，支持一下国片，然后是萨满这样子。那不晓得你心目中的前3名是什么？留言告诉我们哦，拜拜。拜拜。